3排。呀，这么重啊！靠近，可以靠一点。假件放在哪？1、2，好。你左手在干嘛？哎呦，我去！哎，挺好这个。？OK 了嘞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哇塞！我是被放出去的。你看啊！啊，小心！哎，太多了，too much，too much。哎，对。哎，对，就得是这样。啊，就感觉你用身体替他挡住了，这样一看就感觉，而不是你趴下吧你。对，拿胳膊把他搂倒了。他能拉住吗？我们俩也就，亲我。我们俩加起来也就我们俩加起来才1，好吗？差不多了。宇哥。我看要这样的时候呢，你看，你整个身体这样趴下来，贴着你的头做老 C。好，那我们来了啊！我是从地上衣服、鞋子上来，然后2位已经在床上。啥也没有干嘛。醒了之后基本这样拉的。还得驼背，是不是？给你捐一个腰带。然后稍微的。快点。再松一松，还是你这件得松了，这样，那就这样了。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我要不这样。那我们把白水衣服也往外放上。每天按倒没有问题哈。行，再紧一点。看《长月烬明》的剧本的时候，他这个人物本身的一个设定就和我曾经接触到的角色完全不同，值得让演员去2次创作，然后去发挥的一个角色，我特别的有探索欲。当自己真的成为了澹台烬的时候，我发现，其实能够在这个角色上赋予的灵魂也好，赋予这个角色的一些，自己的小魅力也好，真的是无穷无尽的，因为他这个角色的可能性就太多了，所以我就没有给自己设限，探索加突破同时进行的一个过程。澹台烬呢，它是从质子到人间帝王，互相之间状态天差地别。质子时期有质子的隐忍，真窝囊呢，连反抗都不敢，狗都会咬人。有质子的这种伪装。景芒的时期有景芒的自信，有景芒的外放，有景芒的这种势在必得。澹台烬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，其实很难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概括，所以这个演员又要既细腻，然后又有很好的表演的张力，所以我们就考虑罗云熙，所以他就是我们的不二人选。非常有印象的几场，叶希无到了他身边之后，然后他开始萌生出了情思，他对情感的理解的细腻的捕捉，他能通过自己的表演、微表情、各种眼神，每一丝肌肉，你都能感觉出怎么样去衔接，怎么样去变化，然后共情到我们。明夜的话就是天界的战神，守护4周3界的冥夜战神。
神明的这种气质感，他这种感觉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的。他的领悟，他的境界，他所有的心境上的这种超脱，其实很难演。因缘际会，他被赵幽真人捡到了这个仙门，更加共情了三界众生所有的情感，变成了能够共情世间万物大爱的守护苍生的这么一个人。他是没有办法直接挣脱命运，去逃避命运，他只有直面命运，去成为魔神，才能超越魔神，斩断魔神的计划、魔神的阴谋。他不想做魔君，但是命运驱使他要做魔君，而且心理这个过程很准确，把握着他自己要的地方。人物的跨度就特别的大，魔神的时期有魔神的这种游刃有余，又有魔神的这种蔑视一切，特别是上古魔神，他和魔神状态的澹台烬对峙的那场戏，4、5页纸的戏，然后其实都是我自己在和自己对话。吾唱出了同悲道，当这世上不再有侵夺二气之分，世上便再无罪孽，再无痛苦和一人之死，可以阻止更多的死。所以这一天上古魔神的戏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，蛮有意义。就是每一种状态，每一场戏都非常的重要。所以说，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下，你一定要在前期把这个人物的各种状态吃透，然后你才能在塑造这每一个不同时期的时候，能够达到每一场戏、每一个镜头都能够有准确的这种在镜头前面的呈现。其实我觉得罗辑是一个很专业的演员，大的场合他都会自己先做好功课，他会知道这种演员，他的有他的东西之后，跟他结合在一起，怎么结合，这相当好。这行业就是这样的。因为我们俩不是第一次合作，他对戏也很认真，他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提出来，我们在现场会有一些碰撞。真的特别感谢给我的很多灵感，就是天欢和明月的戏之后，我其实对这个角色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，就是像哥哥一样很照顾我。到我非常紧张的戏的时候，经常在现场会讨论。西哥呢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演员，配得上塑造的角色也好，或赞美也好，因为真的是非常专业的演员。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喜欢打戏的制片人，罗老师他有很好的这个舞蹈的功力，所以他的协调性、他的这个力度和美感，它是兼具的。我感觉整个的对于戏的描写，画面感太强大，有非常大的发挥空间。罗云熙，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，我必须要给他一个大拇指。是罗云熙，我在《长月烬明》当中饰演澹台烬、明夜，还有苍楚明，期待《长月烬明》和大家的见面。刚开始读本的时候，还是包括拍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很多场戏记忆都很深刻，因为它有3世，阶段性的比较多一些。那对于人物关系上的处理，还有人物情感上的处理，就会比较复杂，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。李素素和叶希雾算是一个人，但中间有桑九前妻，还有桑九魔化。碰到这个角色，碰到这个戏，因为它有3个不同的过程，3个不同的人物性格。他现场情绪感染力和表演方面都是没得说的，他能够让你相信他就是叶希雾，他就是李素素。只有我一个人相信澹台烬。开篇就是林素素的师门被澹台烬屠了嘛，所以他回到500年前，把他的血骨抽出来，让他变成一个好人，这样他才能扭转因果吧。叶希雾是黎苏苏破壳而出之前，元神历劫时某一世的化身，聪慧、勇敢、善良。老实交代，是谁派你们来谋害我的？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女生。比如说前期她在府里硬着嘴去欺负澹台烬，在府里面护着澹台烬。为什么要打人？你是我的人。然后2个人欢喜冤家斗嘴。你放开我！非常有印象的就跳城楼这场戏，城楼之上雷劫之中，叶希雾要告诉澹台烬，因为你是魔神啊。我是魔神。
这样整个大一段戏，演员要把它整个非常饱满的演出来，是极其不容易的。你不会再成为魔神。那桑九呢，是《人间篇》里面般若浮生副本里面的角色，这个副本就相当于把一辈子一个故事浓缩在里面，所以它的节奏是非常快，而且戏剧点也很足。还是桑九甘愿堕魔。般若浮生这个副本，它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副本。一个是从情感上让对谭台烬本身有恨的这么一个李苏苏，她彻底的爱上了谭台烬。谭台烬，然后从般若浮生出来之后呢，这段时间整个氛围都还是很甜的，但是这个甜呢是提着心的，直到后面高岭去世啊，大婚丁灭婚丁。神髓换邪骨，这一趟线下来，最终走向了一个必然。其实这个原点，他还是李苏苏，他没改变。难道偏偏你家客栈住不得？苏苏的基调也是很活泼的，搞了半天是我自己挑自己，就很有人间烟火的一个女生。回来以后，好不容易觉得一切都可以扭转了。可到头来，好像又回到了原点的感觉。我生来就是魔神。就是那一刻，其实黎苏苏是非常难受。在这个过程中的表现，那其实这个也是个趣味点，让观众觉得会不会黎苏苏的东西表现成叶师傅的时候，但是他可以把两个角色同时在分演出来。我们有很多重情绪的戏，离别啊、仇恨啊之间的。这段时期就是进行了一下角色创作。演员的演戏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剪接，我们可以很多的角度、很多的节奏可以补充这就是剪接。有时候我觉得，这个还是可行，到这要求再来一个。原来他也许是把握得到他自己要的地方。那个也蛮好的。我是喜欢在现场做感觉的。非常开放性的一起探讨各种的可能性，角色诠释到的活灵活现，非常的专业跟敬业，很爱自己的角色。可能我之前的戏打戏比较多嘛，然后导演就说：“哎呀，你能打，我看过。”我觉得有时候很敬业的，他会很准确的交给你，他就很直爽，准备好就拍，会把对方真正当作是剧本里的那个角色，他的一个眼神，他的一句话，你会觉得他才是白玉，你觉得他就是叶希。就我们两个当时都特别冷，桑九他那个魔化装扮是露胳膊的，露露她当时已经拍完了，但是她坚持留下来帮我搭词，其实是让我非常感动的。业务能力好，然后又好相处。他在现场可以调动起大家的情绪，他在塑造角色上也是非常下功夫。他现场就一直去琢磨怎么去表演，通过沟通去揣摩这个角色，去呈现这个人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白露，在《长月烬明》中饰演黎苏苏、叶希武和桑九。